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有所谓播客，我是德国之声的记者，也是本集的节目主持人子欣。其实在前面2节试播集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非常多的听众跟我们说，希望我们可以多讲一点跟德国有关的内容哦。那刚好最近的是我从台北的办公室到德国之声在Bonn的总部来出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因为德国的火车让我一路上是波折不断，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必要来好好的追根究底讨论一下，到底德国铁路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天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在德国有16年生活经验的德国之声记者崔木。那我第一个想问崔木的问题，当然就是说，崔木你在德国16年生活经验吗？在这16年当中，你遇到最夸张的德铁事件是什么？一下子问我的话，我大概能说出2件事情是非常夸张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有一次去科隆的火车站，早上6点钟搭了一班火车，然后这班火车呢，在计划的20分钟之后还是没有开出，还是停在站台上。然后这时候呢，列车长开始广播说，铁路司机在站台上不小心踩到了一滩酒鬼前一天半夜里边的呕吐物，滑倒了，并且弄脏了工作服，他得回去换衣服，所以呢可能得等一会儿时间，然后晚点了20多分钟。还有一次呢，是坐火车去从德国去奥地利，当然还是在德国境内哦，在大概法兰克福和 Würzburg 之间出现了号志系统的故障，或者说信号系统的故障。它的具体的后果呢，就是这沿途的这些铁路的平交道口都不能自动的打开关闭。那么这个铁路司机呢，就是我那天因为正好就坐在铁路司机后面的那几排位置上，就是每到一个铁路道口，火车要停下来，铁路司机拿着一串钥匙开门出去，到了那个铁路的道口的横杆的位置，用钥匙把横杆关闭，然后开几百米，开出去之后呢，停车，让车尾的列车长再下车，把这个横杆再开启，变成纯手动的这个方式。对，而且你可以想象，大概有20-30公里路，完全就是有好几十个，可能至少10来个这样的道口，就每过一个道口要停车2次，然后我们最终那趟车晚点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当然，德国有一点好，就是你德国火车如果晚点1个小时，退票25%。火车晚点2小时，退票50%。不过虽然说我们这些经验讲起来是非常的好笑，但是讲回来，德国其实这些火车晚点的比较常见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德国铁路一般性晚点的时候，不管是在站台上还是在列车里边，都会有广播。会跟你说这个晚点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晚点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了，这2年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几乎是一种亚文化了，很多的晚点的原因都很搞笑。言归正传了，最常见的原因是前方的铁轨被其他的列车占用，然后或者说要等候另一趟已经晚点列车上的需要换乘的旅客。你可以想象，这一趟列车晚点，其他的所有列车都得等他的换乘旅客，所以他一个晚点很快就会传染扩散出去。然后还有列车本身的技术故障，信号或者说号志系统的故障，供电系统的故障。然后这2年因为很多东西坏掉嘛，然后德国铁路这2年也开始增加了维修的力度。那么铁轨在维修期间，你其他的火车就不得不绕道行驶，那又会晚点。然后还有恶劣天气，这个也很常见。或者说铁路司机、火车司机他自己又迟到了，因为他也要坐其他的火车来上班。对，但我想到刚才我们讲到非常多都是在讲说，德国在进行这个铁路翻修或者是更新嘛。但是像我们说铁路维修或者是有人卧轨这样的事情，一定不只有在德国才会发生。但是为什么德国这个铁路误点的事情这么样的严重呢？跟其他国家相比之下，这个原因其实说起来很复杂，也可以说得很简单。我们如果说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投资投的钱投的不足。就是怎么说呢？德国铁路或者说德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它是一个100%的国资企业。但是呢，它最先在很久以前，在1994年之前，它是一个政府的部门，是联邦铁道部。后来呢，94年的时候呢，他想做
把这个整个铁路系统给私有化，就做了一个私有化的改革。但是呢，这个私有化的改革呢，它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实现所谓的铁路网国有，然后上面的列车私有，它没有实现这样的东西，而是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按照私有化的公司模式运营，但是呢，整个公司呢又是在100%德国联邦政府控股，100%的国资企业。那么实际操作的效果呢，就变成了我这家企业它亏损的时候，它需要自己来承担这个亏损的后果，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亏损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有些年份比较好，它盈利了，国家呢作为100%的股东，它会把这个盈利都收走，就是盈利要上交，亏损的就要自负，那就造成了它没有钱。那么没有钱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他说，有很多数据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了。就是94年的时候，德国的全国铁路总里程有4.1万公里，但是它不断的因为缺钱、维护不足，或者说为了节约维护经费，就不断的关闭旧的铁路，或者说拆除以前的铁轨的道岔。那很多，比方说铁轨的道岔，有一辆车坏了，我没有道岔，我其他的火车就没有办法转到其他的轨道上，那就会造成堵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是这个过去30年间，不管是哪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全球化经济增长，我们也看到德国每年的铁路的列车的数量以每年0.7%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30年间加起来，德国铁路系统上在路网基础设施减少的情况下，列车的数量却反而增加了将近1/4，然后呢，客运量增加了将近40%，而货运量增加了80%，超过80%。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我的基础设施在恶化，在减少；一方面我的交通量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德国的高铁、慢车、货运列车经常共享同一条轨道。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辆时速300公里的高铁，突然前方出现了一辆时速120公里的货运列车，你必须得减速，然后你的整个时刻表就全都晚点。但是我们讲回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铁路设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基础设施，而且也是展现一个国家整个工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那我们说德国，我们号称是这个欧洲的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德铁却是这个样子，我想对于整个经济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嘛。那崔木林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以你的看法，你觉得整个德铁现在落到这个应该说也不能说人人喊打，但是大家非常怨声连连的这个状态，对于德国整体的经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其实是相当大的，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组数据，就是当年1994年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到，94年的时候还有就是私有化，想搞公司化改革，当时呢是全国的铁路的准点率是超过90%的。很多我们说德国铁路如何靠谱的那些神话故事一样的这些事情，说什么可以通过铁路来对表的这种故事，都是那个时候的。今年的数据是64%的准点率。就这样一点，然后而且这2年更可怕的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状态比较差，很多的线路维护不良，因为这些线路维护不良造成的安全事故数量也在逐渐增多。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说，对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你要说要有明确的数据，暂时还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单独的事件来了解这个东西对德国的宏观经济会有多大的损害。比如2024年，就今年的年初，德国铁路的司机连续6天的大罢工。当时呢，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就做出了一份快速的估算报告，说总损失，这个连续6天罢工总损失大概超过了10亿欧元。那么或者说罢工一天，当天全国的 GDP 就要缩水0.7%，也就是从这个比例上，我们就马上就可以看出德国铁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们讲到对经济上面的冲击，我觉得可能我们也可以仔细去看，到底是对哪个产业有冲击呢？虽然说我们大家很常讲到，在客运方面，每个人都觉得啊，讲到德铁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抱怨嘛，而且就算你不是问德国本地人，你只要问过有德铁搭乘经验的人，你只要问他，德铁，你对德铁看法是什么？大家一定都会说，
一定会就是你只要每搭就必会 delay 这件事情，而且大家可能还会建议你说，如果你今天是有赶时间，像是如果你可能要去赶飞机的话，那是建议你一定要提早出发，因为你不知道德铁在整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但是除了客运以外，德铁 delay 这件事情会冲击的还有哪些产业？对，你这个点提得非常好。客运我们大家的感受都非常直观，非常的痛彻心扉了，说的夸张一点。但其实客运的你晚点，你见到男朋友晚1个小时，或者说我爸妈来见我晚了半个小时，经济损失其实是很小的，损失是明星啊。对啊，对，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就经济损失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对于货运方面，这个损失就非常非常大了。首先，由于你的铁路系统不靠谱，你货运不靠谱，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工厂，大型的工厂，比方说这边的BMW 汽车，它很多的工厂，它的一些配件的库存都是很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你准时交付，所有的原材料要准时交付。那么如果你的供货或者说你交付的这个准时性、可靠性，因为德国铁路的系统不可靠而无法实现的话，那这些企业就不得不转向更加昂贵也更加不环保的公路运输。因为你想，一列火车可以运很多东西，而是一辆卡车只能运一点点东西，而且卡车是烧油的，铁路呢通常是用电的，电可以通过风车啊的风力发电机或者说是太阳能发电板这些可再生的能源来实现，但是柴油的卡车无法实现。那么这就是说，转向公路运输就是会造成很多的经济的额外的成本，而且像汽车配件勉强还可以通过卡车来运输，但如果是我造好的汽车，我德国的很多的汽车厂都是在德国的南方，它运到北方的港口向海外出口，或者说从亚洲、日本、中国进口的汽车，整车要运到德国各地，也是通过铁路的。那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公路运输，或者说是煤炭、钢铁这些很重很重的东西，大宗的货物、矿物。没有办法通过其他东西，只能靠铁路。那它不可靠的情况下，铁路不可靠的情况下，那些需要准时交付、准时运送物资的那些企业，它就没法开工了，也没法下课，就是它这个影响非常大的。而且不要忘记一点，德国在欧洲是属于东西南北交通的交汇地点，它的铁路是全欧洲的一个重要枢纽。确实，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其实总归来看，一点就是缺钱嘛。但是我们说缺钱到底是有多缺？非常缺，非常缺。对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他投资不足嘛，就是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是就是也是德国一些经济研究所，还有德国铁路，还有德国交通部自己的发布的一些数据。德国人均每年投资给铁路系统的钱，大概在5年多前的时候，一度只有人均88欧元，然后2020年之后才开始痛定思痛，开始缓缓的提高，但提高到现在也不过是124欧元左右。那么我们横向比较一下，现在德国的邻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法国都是好几倍于德国的这个人均年度铁路投资，像瑞士什么甚至于折算下来都是300-400欧元的。可是我觉得很好奇一点是，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德国铁路是国有的嘛，那大家对于德国铁路这个是怨声载道，难道政府听不到吗？政府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吗？很多分析人士也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说，因为你想，它这是一个政绩也不是说政绩工程，就是说我修建，我说我修建一条新的高铁，修建一个新的火车站，我可能3-5年后马上就能看到这个成果。但是我说我这个基础设施我太陈旧了，造成我这个系统的可靠性不够，我要给你投钱增加维护的钱，这个投资下去的钱很有可能是3-5年内没有效果的。你要有效果，要10多年以后看不到这个政绩在哪里。对，那你就想，作为一个政客，你在任的时候，你得增加花钱。任何一个政客，你要增加开支，总是会不受欢迎的。但是呢，你实际的这个效果却是给你
可能你10多年以后，你可能退休了，可能卸任了，可能民选败选了，对吧？那就是我栽树，你乘凉，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政客不太倾向于做这样的事情。确实，如果站在是一般人民的角度，你要我多掏一点钱出来，当然我觉得想要马上看到这个成效嘛。但是对于德铁的这个修建或整个我们说大翻修，它没有办法是可能短短几年内就出现。有可能你今天投了你这个现任政府投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最后这个政绩是整晚都被后面接任的政府来我们说就整晚端走的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也会让现在的政府比较不愿意去进行投资。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当然我们也要说，这个德国铁路也当然不仅仅是受到了钱的问题的困扰，也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因素，但钱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了解，但我想刚才崔木提到的这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主要还是这个现在政府不愿意去为了没有办法马上看到政绩的事情去投入太多的资源哦。那我想这样的情形其实不止发生在德国啦，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因为觉得在施政的时候，还是以选票为考量来去选择说要投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回来，德国铁路既然现在我们说更新或者是维修已经是势在必行，那大家当然是也只能共体时间。但是这个共体时间到底还要多久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德铁内部的预测是讲说，在未来2年内是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如果要完全的恢复正常运作，恐怕是还要再等10年哦。可是我又想到说，其实内部预测当然是一回事，可是呢，如果是牵扯到德国的官僚，那当然一切又变成是仅供参考的这个数字。对，德国的官僚系统非常可怕，这点我们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以后再谈了。就是说你也知道，这个德国铁路它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国资企业，然后对，而且还牵涉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话，还牵涉到德国联邦交通部，是官僚系统的影响很大了。而且你刚才说是德国基础设施管理公司的人说，德铁要完全恢复正常还需要等10年。对，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估测。我手上还有一组是德国铁路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他说为了配合，就是让就是在铁路的系统里边，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节拍式时刻表。这种简而言之就是说我配合基建升级，基建也都是围绕着时刻表进行升级，然后节拍式时刻表就是说我按照每一个整点按照有节拍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一个时刻表。总而言之，他说这种让整个时刻表，让整个德铁系统能够更加可靠的节拍式时刻表，原定是2040年能够投入使用，届时能够大大提高德国铁路系统的可靠性。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我们得延迟到2070年。我深刻怀疑，我们受到了德国铁路那么多的荼毒与伤害，我可能活不到2070年。这非常可能是有人有生之年没有办法看到德铁恢复正常运作这个状态。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也就是2070年，我们也其实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那么久呢？就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投资下去升级或者改善基础设施的钱，真正起效果是非常非常晚的。那么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如今碰到的这些问题，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现在的人造成的错误，而是20年前、30年前的人造成的错误。现在这些问题集中爆发了。好了，确实，我觉得当然大家对德铁抱怨是非常的多。如果你有搭乘德铁的经验的话呢，听到我们这一节节目应该是蛮心有戚戚焉的。但如果你没有搭乘德铁，但是未来有来德国的计划呢，听到这一集的节目，我想你也可以有点心理准备，知道德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以上呢就是本节有所谓播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欢迎按赞分享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德国之声中文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